每次你拿起盐罐准备往菜里多加一点盐时，脑海里是不是都会响起医生叮嘱的声音，要你小心高血压？在传统观念里，高血压的罪魁祸首似乎就是盐。想想看，我们日常聊天都会说少吃盐对血压好，甚至有人调侃吃盐多了血管要罢工。那么，高血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盐真的背这个黑锅吗？今天我们就用轻松幽默的方式聊聊高血压的基本概念，以及最新医学研究揭示的真正成因。首先，什么是高血压？简单来说，血压就是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。想象一下，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，血液就是水。正常情况下，水管里的水压平稳，水管安然无恙。但是如果水压长时间过高，水管迟早会出问题。人的血管也是一样，如果血压长期偏高，就会让心脏、大脑、肾脏等器官承受过大的负担，时间一长，可能导致中风、心脏病等严重后果。据统计，全世界每3位成年人中就有1位患有高血压。在我们国家，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也接近1半。许多人直到体检或出现不适时，才发现自己的血压早已悄悄飙升。可见高血压往往没有明显症状，所以高血压又被称为沉默的杀手，因为它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健康。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有很多，而饮食中的食盐，也就是钠，是传统上最受关注的一个。盐为什么会影响血压呢？道理很简单，钠会让人体留住水分，血液里的水变多了，血管里的压力自然跟着上升。此外，长期吃太咸还可能让血管壁变得不灵敏，调节血压的能力下降。因此，医生们常常千叮万嘱高血压患者要管住嘴，首先就是管住盐。然而，盐真的是高血压的唯一推手吗？不少人照着少盐的建议做了，可血压还是不理想。最新的医学研究指出，高血压的真正成因远比盐多复杂，幕后黑手还有不少，而且超乎你的想象。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真实案例。我有一位亲戚老张，听了医生的话，管盐管得特别严，做菜几乎不放盐，饭菜淡出鸟来。结果呢，他的血压还是居高不下，让人很郁闷。后来去医院复查，医生一通刨根问底，才发现问题出在哪里。原来老张平时盐是吃得少，可乐和蛋糕却没少招呼，体重也一路飙升。幕后黑手不是盐，而是糖和肥胖在作祟。老张这才恍然大悟，光盯着盐不够，忽视了甜食的威力，难怪血压降不下来。所以，除了盐之外，还有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血压蹭蹭上升呢？下面就一个个揭晓这些幕后黑手。首先要揭露的幕后黑手之一就是糖。许多人只盯着盐，却忽视了甜食带来的麻烦。吃糖会发生什么呢？当我们摄入大量甜食或含糖饮料时，身体为了处理血液里的葡萄糖，会分泌大量胰岛素。胰岛素本身往往会令血压升高。如果我们持续摄入过多添加糖或精致淀粉，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，血压也会跟着一路飙升。换句话说，甜食吃多了，不仅让你发福，血压也会随之上涨，真是甜蜜的负担。有专家甚至认为，与盐相比，糖对血压的危害可能更甚，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。除了盐和糖，饮食中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，就是钾。钾是血管的好朋友，能帮助血管放松，并促使肾脏排出多余的钠。简而言之，钾可以对抗钠的升压作用。然而，现代人的饮食往往蔬菜水果吃得少，钾摄入不足，这等于给高血压添了一把火。想预防高血压，平时要多吃富含钾的食物，比如香蕉、深绿色叶菜和豆类等，这样可以平衡掉盐的部分影响，让血管更放松，血压更稳定。体重也是影响血压的重要因素，体重增加，血压往往也跟着上升。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，许多肥胖的人都有高血压，反之，体重控制良好的人更少得高血压。这是因为过多的脂肪，尤其堆在腰腹部的脂肪，会让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和激素失调，促使血压升高。好消息是，减重对降压非常有效。别小看减去的几公斤，有研究指出，每减掉大约1公斤体重，收缩压就能降低差不多1毫米汞柱。也就是说，腰围缩小一点点，血压计上的数字也会跟着下降一点点。
对于超重的人来说，这无疑是控制血压的关键一步。接下来不得不提的就是精神压力。俗话说，气得血压上升，这可不是开玩笑。当我们感到紧张、生气、焦虑的时候，身体会释放肾上腺素、皮质醇等应激激素，让心跳加快，血管收缩，结果血压升高。想象一下，早上开车上班遇到大堵车，红灯几秒钟都让人觉得像，过了几分钟，偏偏还有人加塞，你瞬间火冒三丈。耳边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让你更烦躁，你能感觉自己心跳加速，血压飙升，恨不得摇下车窗大吼几句。这个时候，你体内的应激系统已经彻底拉响警报，把你推入了高度戒备的战斗模式。可见情绪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会让血压跟着上蹿下跳。短期来看，这是身体的所谓战斗或逃跑反应，帮助我们应对危险。但是如果你天天都处在这种紧绷状态，比如工作压力山大或经常为生活琐事生气，血压可能就会长期居高不下。难怪压力大的人更容易得高血压。学会给自己减压很重要，试着给生活按下暂停键，深呼吸，听听音乐，散散步，让神经系统歇一歇，你的血压也会跟着往下降。说到压力，不得不联想到睡眠。当代人熬夜成风，但长期睡眠不足对血压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。长期熬夜或睡不好觉，会让身体的交感神经持续兴奋，血压居高不下。特别是一种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的睡眠障碍，更是高血压的一大帮凶。睡眠呼吸暂停常发生在肥胖而且睡觉打鼾严重的人身上，他们睡觉时呼吸反复暂停，身体每晚被憋醒几十次，大脑和血管根本无法真正休息。这种情况下，血压在夜间一直居高不下，白天也很难正常下降。很多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都有难以控制的高血压，需要特殊的治疗才能改善。常见的治疗方法之一是睡觉时戴上持续正压通气设备，简单说就是戴个呼吸面罩睡觉。这种装置能确保夜里气道不再反复堵塞，氧气供应充足，血压也能跟着下降。虽然睡觉时绑着面罩有点不舒服，但为了白天精神抖擞，血压平稳，这点小麻烦也值得忍耐。可见睡个好觉对血压健康多么重要。如果你晚上经常鼾声如雷，白天又困倦不已，那就要怀疑是不是睡眠出了问题，最好尽早就医改善。睡眠质量提升了，血压往往也会有所下降。除了个人的生活习惯，外部环境对血压也有影响。科学家发现，噪音和空气污染也可能悄悄推高血压。比方说，如果你长期住在交通噪音很大的地方，耳朵也许习惯了，但身体却未必。2023年的一项研究指出，长期暴露在吵闹的交通噪音中，高血压的风险明显增加。白天喇叭声、深夜施工声，这些声音刺激会让人体分泌应激激素，即使睡觉时血压也降。再说空气污染，工业废气、汽车尾气中那些看不见的细微颗粒，我们吸进去后会引发身体的炎症反应，损伤血管内皮功能，久而久之血压也容易升高。有统计指出，全球绝大多数人生活在空气质量未达标的环境中，这或许也是高血压在都市人群中更常见的原因之一。不过，别因为空气差就不锻炼了。同样有研究发现，即使在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地区，坚持运动仍然有助于降低血压，对健康是利大于弊的。说到生活习惯，顺带也要提一下吸烟和酗酒。香烟里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，心跳加快，抽烟的时候血压立刻上升。而且如果你定期抽烟，全天的血压平均水平都会比不抽烟的人高上一截。至于酒精，适量饮酒也许有放松作用，但过量饮酒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会让血压飙升。喝醉时脸红心跳快，血管扩张，可酒精代谢掉后血管迅速收缩，导致血压反弹。长期爱喝酒的人，高血压更是常见。好在如果能戒酒限酒，血压往往会有所下降。所以无论是香烟还是酒，都要悠着点，毕竟它们对血压可不友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升压因素，比如一种国外零食黑甘草糖，其中含有的甘草酸会让身体像吃了激素一样保留钠和水分，结果血压跟着上升。
食用黑甘草还可能导致钾含量降低和心律异常。事实上，食品药物监管机构已经告诫不要一次吃大量黑甘草糖。有报道说，连续2周每天只吃2盎司，就能把40岁以上的成年人送进医院。再比如，一些常用药物也可能让血压上扬，像很多人服用的止痛药布洛芬、对乙酰氨基酚，还有用来缓解鼻塞的减充血剂，都有这样的副作用。甚至一些号称天然的补品，比如人参、麻黄，也可能让血压升高。还有一些身体内部的因素也不能忽视，比如内分泌激素失调，肾上腺就是捣蛋鬼。有的人肾上腺长了个小瘤子，会分泌过多醛固酮激素，让身体疯狂流盐排钾，结果血压飙升，这就是所谓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，也叫康综合征。过去这种病常被漏诊，但其实并不罕见。据估计，大约 10% 的高血压患者都与此有关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最近科学家发现，这些患者里有不少人不仅醛固酮超标，皮质醇也跟着一起超标。皮质醇过量会导致类似库欣综合征的症状，比如血糖升高、骨质疏松等。以前医生很难把这些症状和高血压联系起来，而现在谜底揭晓。原来某些顽固高血压患者是被醛固酮和皮质醇这2个坏家伙联手算计了。研究者给这种情况起了个名字，叫康氏综合征，把康氏综合征和库欣综合征的名字合二为一。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有趣，但它提醒我们，对于用多种药物都压不住的高血压，要考虑是不是体内激素在捣乱。如果是，那就需要针对根源进行治疗，比如手术切除肾上腺瘤，或者服用抑制激素的药物，从源头上解除高血压的诱因。此外，近年来科学家还把目光投向了我们肚子里的隐形居民，也就是肠道菌群。别看它们个头微小，却可能影响全身健康。研究发现，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构成往往和正常人不同，好菌少而坏菌多。这些细菌会产生各种化学物质，有的能帮忙放松血管，有的却会让血压升高。如果肠道里的坏菌占了上风，可能会破坏肠壁，引发炎症，间接推动血压上升。一些科学家甚至尝试给实验鼠喂食特殊益生菌，结果小鼠的血压真的有所下降。这是不是很神奇？说不定未来降压药里会加上益生菌的身影呢。总之，连肠道里的小细菌都参与其中，高血压的幕后黑手真是无孔不入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原来这么多东西都在悄悄升高我的血压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别慌，好消息是，这些风险因素大多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预防和控制。医生对于预防和控制高血压有一些最新的建议，其实说起来并不神秘，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。首先是饮食，饮食清淡不过度，摄入钠盐仍然非常重要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成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，但很多人一顿火锅蘸料就超标了，所以做菜时少放盐，吃饭时少碰高盐的酱菜和零食。当然，清淡饮食不代表食之无味，其实人的味觉是可以慢慢适应的。刚开始减盐时，可能会觉得菜淡得难以下咽，但坚持一阵子后，你会逐渐习惯原汁原味的口感，甚至觉得以前的菜太咸了。你也可以用天然香料来弥补少盐的缺憾，比如葱姜蒜、胡椒、辣椒或者香草，为菜肴提香提味，这样即使少盐也一样美味。更重要的是，别让自己摄入太多的添加糖、含糖饮料、蛋糕、饼干这类高糖食物，要管住嘴。想吃甜的时候，不妨用水果替代。另外，购物时不妨留意一下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，许多看似普通的饮料和零食，糖分含量都相当惊人，说不定一瓶就超过了1天的糖摄入上限。学会识别这些隐形糖，才能真正管住嘴。少喝一瓶含糖饮料，对你的心脏和血压都是一种爱护。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坚果杂粮，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钾和镁等微量元素，帮助血压平稳，还能控制热量摄入，有助于保持体重。然后是体重和运动。想预防高血压，保持健康的体重很关键。可以说，体重计上的数字降下来，血压计上的数字也会跟着降。合理的饮食加上规律的运动，是控制体重的最佳方式。建议每周进行几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，
比如快走、骑车、游泳或跳舞，每次至少持续半小时。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最重要，这样才能坚持下去。不管是清晨的慢跑、晚饭后的广场舞，还是周末的郊游登山，只要动起来，就是在为血管减负。运动时，身体还会释放让人愉悦的物质，心情跟着好转，真可谓身心双赢。如果实在忙到没有整块时间锻炼，那就见缝插针的增加活动量，比如爬楼别坐电梯，买菜步行别开车，哪怕每天多走几百步，久坐不动强得多。生命在于运动，稳定血压也离不开运动。只要坚持下来，心血管系统会变得更强壮，血管更有弹性，血压也会更加稳定。运动还有减压的效果呢，把烦恼化作汗水甩掉，一举两得。接下来是压力管理。现代社会人人都有压力，但关键是学会调试自己的情绪。工作再忙，也要记得给大脑放个假，可以尝试冥想、瑜伽、深呼吸等放松技巧，或者培养一些能够缓解压力的爱好，比如园艺、绘画、听音乐。遇到烦心事，不妨找朋友聊一聊，疏解情绪，保持心理上的平衡，对控制血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有研究发现，幽默和笑声有助于血管舒张。闲暇时看看搞笑电影或者逗逗家里的宠物，都能赶走紧张情绪，让血压下降一点点。别忘了，笑口常开也是降压的良药哦。另外，不要忽视睡眠的力量，尽量保证每晚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，让身体彻底放松和充电。睡前1小时尽量不玩手机或电脑，不喝咖啡浓茶，以免神经太过兴奋影响入睡。营造一个舒适安静的睡眠环境，培养规律的作息习惯，让身心提前进入休息模式。这些小细节都能让你睡得更香更沉，为血压稳定打下基础。如果你睡觉时鼾声如雷，白天又困倦不已，那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，最好尽早就医改善。睡眠质量提升了，血压也会随之受益。还有老生常谈的戒烟限酒，烟草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持续收缩，所以远离香烟对控制血压大有益处。酒则要适可而止，平时喝很多酒的人不妨慢慢减量，戒酒一段时间看看，往往会发现血压也有所下降。最后，定期监测血压并遵从医嘱也非常重要。对于有高血压风险的人，家里备一个血压计，隔3差5量一量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如果已经被医生诊断为高血压，该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吃药，不要擅自停药或嫌麻烦漏服。生活方式干预固然重要，但必要的药物可以防止更严重的后果，二者应当相辅相成。有些患者担心一旦吃药就停不下来，甚至干脆拒绝用药。事实上，降压药并不会让你产生依赖，它只是帮助你把刹不住的血压稳住。高血压好比车子的刹车系统出了故障，而药物就是给你的备用刹车，怎么能随便弃用呢？擅自停药或不规律用药，反而会让血压骤然失控，增加中风和心梗的风险。现在的降压药种类繁多，医生会为你量身定制合适的药物方案，绝大多数人都能很好的耐受。记住，坚持按时服药，定期复查，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才能最大程度降低高血压的危害。高血压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听之任之。幸好，通过以上这些方法，我们完全可以预防和管理高血压。总之，别让高血压悄悄埋地雷，要在平时就拆雷。调整饮食，规律运动，管理情绪，充足睡眠，再加上必要时乖乖吃药，多管齐下，绝大多数人的血压都能稳稳控制住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用每天提心吊胆地盯着盐罐，偶尔吃顿正常口味的饭菜也能心安理得啦。当然，该少的盐还是要少。高血压的管理是一场持久战，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希望这段自说自话式的科普能帮你更轻松地了解高血压的真正成因，以及如何对抗它。愿大家都能把压力变成动力，守护好自己的血压和健康。